曾怀疑感伤，还是遇见真的心，用爱一起分享。别害怕去梦想 ，Never give up 向前闯。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。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哦，来这个中 A 开豆奶，这安怎卖？那个120，我早上才摘的，很甜哦。好啦，我甲你买2瓶食看卖，若好食吼，我逐工拢来甲你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敢若毋捌看过你，你是毋是住这附近？毋是啦，我搬来遮住啦，啊，甲阮查某囝吼顾我孙啊。哦，你是搬来遮住啊？啊，对倒搬来？家人。贵人，啊，贵人我要去过啊。哦，迄庙口的小吃吼，足出名的呢。啊，物件嘛足济足好食。啊，不过阮遮吼，物件嘛足济，啊嘛足好食的哦。你慢慢啊地知。啊，阮住伫阮遮吼，真方便。我是台语、国语，啊，客人话拢嘛会通。真是了。阿三，我借问下吼，你敢知这附近有迄个较好的美容院，会当洗头啊、洗倒头的有无？哦。洗倒头问的哦，这我无啥知呢。不过不要紧，我甲伊问一下，我甲伊问看卖哈。阿美，你都是哪位天啊无？哎呀，从这边呢右转就可以看到啦，好像叫什么巴黎美发啊，冲啦！巴黎美发开在杨梅哦，你去哈，再说是我三妹记介绍的啦。好，我领干再来一次，好，一定要去哦。好。还有日文咯，这个袂歹，我来去问看卖者。爸早，你的报纸。早，要去上班啦。是啊。哎，爸妈呢？你妈妈去买菜了。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。买一个菜哦，一定要一边跟人家聊天一边买的。买一次哦，一定要1个小时以上啦。这样子好啊，妈一定很快就交到新朋友了。啊，君凯、君伟还在睡觉哦。是啊，放暑假了，让他们睡晚一点。等一下我过去的时候呢，再叫他们起来了。爸，我看我帮你订一份报好了。不要。千万不要呢！啊，两边订报纸啊，太浪费了。好，你快去上班啦。好了，爸，那我去上班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？赶快提出来，我们可以修改。曾老师，你实在太厉害了吧！这么详细的计划，我们一时很难消化哎。没关系啊，你们拿回去晚上慢慢看，我们明天再来做讨论。啊？怎么了？有疑问吗？曾老师，可是我们都还没有答应要到学务处工作哎。那你们干嘛提早来花莲？曾老师，是你在电话里面说细节等我们来了再讨论的啊。我说的细节就是本学务处第1学期工作计划的施行细则啊。可是我们都没有行政经验呢。对啊，
我连导师都做不好了，何况……对啊，我也还是一个菜鸟老师哎。你们都太小看自己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邱博文，我问你，你的善解班后来有解散吗？对呀，你的善解班不但没有解散，还考出了不错的成绩。像周雅迪考上了不错的公立高中，廖雅文也到职校继续升学，还有很多的同学都留下来继续直升高中部。而你们跟学生还有家长的互动也越来越好，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没有行政经验会是个问题。去年我也以教育志工的身份来到慈中，我也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啊。如果这是一个问题，曾校长为什么要请我来接学务主任？曾老师，你跟我们怎么会一样啊？你们听我说，根据我去年1年的观察，我觉得慈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制度，要让慈中成为上人所期望的一所重视人文教育还有全人教育的学校，就是要从建立制度开始做起。你们曾经说希望我继续留下来，把我的经验交给你们，现在我留下来啦。我是真的很希望跟你们一起实现对教育的理想。这本计划书就是为慈中建立起制度还有实现理想的起点。哎，我说你们2个到底想好了没有？你跟玉璇，我老实说，真的被曾老师感动了。我觉得他就是那一种一设定了目标跟方向就会一直往前冲的人。我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，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个机会，而不是为了跟我姐或跟任何人比较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更好。我刚刚在想我那些学生，从小我就把为人师表当作我的人生目标。可是这1年啊，我踢到的铁板还真多。哼，说出来不怕你们笑，好几次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真想一走了之。如果没有曾老师啊，我大概很难撑到现在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曾老师他一直在我旁边。现在他需要我，我想，说不定我能够有机会，又有能力去了解和帮助更多学生。所以，你决定了，你愿意接任生活教育组组长。郑芬，那你呢？既然你们都愿意，我想，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好老师，但我应该是个不错的卫生管理员吧。既然这样子，那就Go！ 我还好，只是那3个小朋友心还没有定下来啊。我不急，我想他们还需要一点时间考虑跟调试吧。是哦。妈今天晚上到家里做晚餐，那阿凯阿伟一定很高兴。那爸呢？住得还习惯吧？老公，邱博文他们现在来找我，看他们的表情应该是没问题了。我待会再打给你，拜。升旗跟用餐的动线一定要用箭头标示，才不会搞乱，而且一定要自己确实走一遍。国中部、高中部要各有一张用餐位置图，每一个年级用餐的桌位要标示清楚，还有各年级的打菜的区域也要分开。各班级的打扫区还有认养的花圃也要有表格化的分配表。资源回收跟垃圾分类这一块是我认为最需要改善的，从分类回收到班级评分的方式都需要重新规划。厕所的绿化也是进教的一环，所以也应该列入比赛。
为了学生的安全，还有校园的秩序，我们必须订定自行车管理办法。宿舍的生活教育跟生活竞赛也很重要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再进一步做讨论。基本上，生活辅导组跟卫生保健组就好像是在扮演管理者跟监督者的角色，也比较可以说像是扮演黑脸，而白脸呢，就交给训育组喽。我白脸。训育组的重点工作包括举办各种活动，让学生参与。一方面可以疏解学生的压力，另外一方面可以培养团队精神。活动举办的越精彩，学生参与度越高，也就越成功。雨萱，你以前带过童军团，我想这应该是你的强项。我尽量。你们3个就是学务处的铁三角，正所谓3个边可以构成一个面。你们这个铁三角稳固了，基础打好了，我们学务处就大有可为了。谢谢曾老师那么看重我们会尽力去做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有了你们做后盾，接下来的新生面谈，我就可以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新生跟家长，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今仔日哪买遐济菜啦？有啊，菌看啊菌的，即马当咧发药，当然要加正挂。我是把这摕放在冰箱，等下才来拼送。真是袂大汉啊！哎，我楼骹本数拢拼好啊，你等下记摕出去弹哦。好啦好啦。我甲菜市啊3个朋友要要去洗头哈，爱记你弹啊。知啦。在我的计划书里，已经把一整学期的行事历都排好了，主要是把慈济的人文精神跟生命教育融合在教学以及课外活动里。每一个活动管理办法以及施行细则，都有很详细的说明以及表格。我在这里先做一个整体计划的报告，然后我再请学务处各组的组长针对个人业务范围做一个详细的说明。这个部分到这里。那我先再来说明一下慈中的一天。慈中的一天，我们会先从校门口开始。终于不渴了。刚刚一直顾讲话，都忘记要喝水了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如何？反正就这样嘛，做就对啦。瞧你说的这么没有信心。不过在会议的过程当中，我也感觉得出来，有几位老师对我们还是存有很大的疑问。不过我相信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只要我们一步一步慢慢去做，一定可以看到成果。只不过，怎么了？我自认我的表达能力应该还不错吧？可是为什么当我在报告的时候，有一位教官总是坐立难安，如坐针毡似的，怎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啊？曾老，哦，不是主任，我想你说的是胡教官，你误会他喽。胡教官，误会？为什么？
你大概还不了解他。我们呢都知道胡教官他会这样子坐立难安，是因为会议进行太久了，他快受不了。到底受不了什么？啊，这个啊，那叫邱伯文跟你说，他最了解胡教官了。没有啦，其实啊，他就是这样的话，邱伯文你管的是国中部生活教育组，胡教官管的是高中部生活辅导组，以后再配合上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我会找机会先跟胡教官聊一聊。我就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你。怎么样？曾主任派你来了？也不是派啦，他只是希望呢，我跟你先多聊聊，因为他看你今天在会议上身体好像不太舒服。好，我懂了，要我接恩对不对？没有，他没有这样说。就算没有这么说，心里也是这样想。哎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新官上任，总不希望团队里面有一个害群之马，有损团队形象，尤其又是像我这种皮最厚的老鸟。胡教官，曾主任他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他不认为他是来做官的，这一点我想以后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的。是哦。是啊，其实过去1年来，他在池中当教育志工，对我和其他的年轻老师都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。于公他现在是主任，于私他其实就像一个姐姐一样，很关心我们。他对教育有很深的期许，他说过，他接下主任这个职务是为了要实现教育理想的。教育理想？这个教育理想啊，就是我们要用人文的精神。好，你加油啊！胡教官，哎呀，你放心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会自爱，不会让曾主任难堪，你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今年的暑假感觉特别短，好快就正式开学了。我人生新的挑战也跟着开始。从此，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老师，而是一个必须对全校学生、家长及其他老师负责的学务主任。这一路走来，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。现在就让我把我所有的感恩之心，化为全人教育奉献的力量吧。班级座号姓名。高一包容洪义化。你班级座号姓名。高一包容林冠廷。好，现在先回原班级活动。被通知到的时候，立刻到学务处报到。扫息之后开始动作。扫息。王明，留下来。教官，为什么这么快就通知家长？谁说学校通知家长了？过来，过来。来，我们进去。当你觉得虚弱、渺小，当你的泪水涌上眼睛，我会为你擦开。王明，这位是我请来的设计师，我已经跟设计师说过了，不要剪得太短，只要符合学校规定就好。还有，要依照你们的脸型还有头型，把你们剪得帅一点。如果有染头发的话，也会用植物性的染剂把头发给染回来，尽量不要伤害到头皮。请坐。
请坐啊。我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当然可以喜欢你的样子，你喜欢一整个暑假都无所谓。只是现在开学了，你的喜欢已经违反了学校规定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处理了。主任，法禁已经开放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法禁开放了，可是学校有学校的规定，这一点在你们入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。而且我们的规定比以前的标准宽松很多，所以你现在的违规不能算是不知者无罪哦。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出去检？第一，学校把服装仪容检查安排在净空回校之后，希望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回家期间找自己熟悉的理容院去剪头发。没有剪头发的同学，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去哪里剪头发的机会。第二，全校有90%的同学都住校，由学校安排设计师到学校来剪头发，不但交通上比较安全，而且大家也不用为了剪头发的事情来请事假，破坏了全勤。王明，这又不是电影，是免费给你做造型的椅子哎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我再说一次，请坐。同学，请坐啊。谢谢你的配合，麻烦你了。胡教官，谢谢你。等一下我会请王明去学务处报到复检，麻烦你再请下位同学过来。好。后面这边不用剪太短。他倒是对自己挺有信心的。曾主任他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他不认为他是来做官的，这一点我想以后相处久了你会知道的。他对教育有很深的期许，他说过他接下主任这个职务是为了要实现教育理想的。教育理想？教育理想，这年头还有人这么天真啊？你们也许在乎的是头发的长短跟颜色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不是长短的问题，也不是颜色的问题，这是是非的问题。好了吧？可以冲水了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主任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王明，你可以去学务处报到了。主任，我不是因为你教过我英文近似语，就愿意把头发染回来，也不是因为现在你是主任，就表示你有道理，更不是因为你难过，就证明我有错。可是你现在这样还是很帅啊！帅不帅不用你告诉我，
才能让学生跟我更靠近，彼此更了解呢？四大骨奥术，四大骨奥术。阿哥，那ですか？你没走。阿公怎么会走？阿公答应你哦，要坐在门口陪你洗澡，就一定会等你洗好出来才走啊。哦，阿嬷回去了。对呀，你阿嬷每天都要看连续剧啦。我跟你讲等你老了，你就知道老人每天做什么事都很固定啦。阿公，那本日文书好像从幼稚园到现在都没有换呢。我这个叫做自修我又不像你们还要参加考试自己念一个兴趣就好啦。说到考试啦，你哥哥现在每天都要辛苦的留在学校里面晚自修，就是因为快要考试啦。再过2年就轮到你喽。阿公，我洗好了。哎呦，头发都还那么湿，来，阿公帮你吹干哈。在这里，进行女生宿舍的真心话时间。是啊，我会再买一些桌巾啊、娃娃之类的东西，把这里布置得更温馨、更像家的感觉。这样女生来这边聊天的时候，就能感觉更轻松了。好，我会把各寝室轮流来说真心话的时间表排出来。还有男生班，中午轮流到我办公室来说真心话的时间表也要同时进行哦。好，我知道。主任，我觉得你好会想哦。真心话时间听起来就像是跟主任闲话家常似的，学生就不会有压力了。本来就是来聊天谈心的啊，这是我认识学生、了解学生问题最快的方法。我来。谢谢。老公，还在加班哦？那不就剩阿伟跟爸在家了。你最近常加班，阿凯又都到晚自习后才回来。我觉得阿伟跟爸这样一老一小的，真的很有相依为命的感觉。真的啊？那你们晚餐要吃什么？好好哦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跟曾主任一样，把各个角色都扮演得这么好。好啊，等会儿假日就回去了。君伟啊，你爸爸要加班到比较晚了，下了班顺便接你哥哥回来。那阿公你不可以回去哦，我不敢一个人在家。阿公知道你会怕，已经打电话叫阿嬷先睡了啦。那就好。君伟啊，你什么时候才会长大？君伟啊，你们住这么漂亮的房子，同样也要有好的生活品质啊！房间这样乱七八糟，生活品质怎么会好？我记得以前你妈妈都有在你们门口贴表格，让你哥哥跟你比赛打分数，看谁的房间比较整齐。你妈妈去花莲以后，你们就不比赛啦。爸爸没有打分数啊。爸爸没有打你可以给你自己打。那不，阿公帮你打啦。好啦，我知道。知道就要做到。阿公先下去啦，功课写好叫我哈。好。阿公，不要关门啊！好了，好。
日风在倒喏，那扫啊。 头发过了规定的同学，被主任请来的设计师一个接一个当场修剪，让人感觉学生权利与人格不受尊重。法禁已经解除，本校为何公然违法？ 学长，我支持你。学校没有权利以这种方式剥削人权、妨害自由。这样就被抓去剪头发，太过分了！学校怎么可以这样？楼上的同学说得对，学长，我们都提你。学长应该以身作则啊，头发有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高三的学长要对学校提出这么严重的批评啊？我觉得主任并没有错啊。对啊，主任也是在执行校规啊，为什么要讲得这么严重？为什么要为头发的事情攻击学校？头发有那么重要吗？校规你们又不是现在才知道。我觉得主任是爱之深，责之切，犯规在先的人凭什么攻击主任？学校向来只注重成绩，拿校规来压学生，学生在学校只有被欺压的份。不处罚对其他学生不公平，不然大家就都来留头发就好啦。现在是民主时代，如果学校不改善管理的方式，我们要集体抗议，或者是罢课。 哇塞，才1、2个小时就这么多人留言了。老师，请去看池中网站的留言板，代机大条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知道了，走啊！看起来是王明的那篇留言引起的风波。这种行为啊，在一般的私立学校很可能会面临辅导转学，然后他不怕吗？如果王明想当烈士的话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我不会让他离开。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这么严重，这样还不算严重。王明会这么做，只不过是反映他个人的情绪反弹，还有认知的不同，并不算是什么重大行为偏差。我在乎的是这些留言所引发的后续影响。如果因此影响了师生还有学长与学弟妹之间的感情，那才严重。 微博文啊，我看到啦，我在雨璇房间，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会处理的。你告诉胡教官了吗？他也看到了。王明这小子点起这么大一把火，他豁出去了。 各位同学。 昨天学校网站有很多的同学针对法禁问题留言做讨论。主任在这里要厘清一个问题：我们词中对头发的规定本来就比较宽松，女生可以绑头发，男生的头发也可以留得比较长。现在这些规定并没有改变，我们还是维持对以前服装仪容的一贯要求。以前你们很满意。 现在你们却要抗议，这是你们没有想清楚。如果只是一个政策的改变，就牺牲了我们学校最可贵的东西——师生的感情，
那就太不值得了。我很心痛你们不守信用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经过面谈才来读慈中，对学校生活教育的要求都应该很清楚，而且你们也亲口承诺要欢喜来学习。可是现在却变成在网络上互相留言攻击谩骂，令人实在不解。年轻人如此轻诺，为什么？学校坚持理想是正面的教育，这一点应该是大家要肯定跟学习的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。我难过，是因为我对你们有爱、有关怀，所以才会有失望。在这个时代，坚持教育理想是孤独的。主任邀约大家一起加入耕耘教育净土的行列。主任相信，只要有你们，我就不会孤独。那主任的意思是说不用处理了？我不是已经处理过了？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，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已经过去了。我相信学生们都有自省跟思考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有后续的动作了。不是，那王明，静静，主任，教官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并没有找你来。主任，那个留言板。我看到啦，既然你肯留名字，就代表你是个肯承担、愿意对自己负责的孩子，所以我不会处罚你。我甚至很佩服你。主任，很抱歉，是我一时的发泄情绪，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风波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说真的。只是为了头发，值得这样吗？我当时只想到我自己，却没有想到团体，造成主任这么大的困扰。我没有困扰，我只是希望借由这次的事情，让你们想清楚，要能把握原则，也要尊重自己的选择。以我自己来说，在求学的阶段，我并非不爱漂亮但是我一向不喜欢在服装仪容上面花脑筋跟花时间，因为我觉得我要把心力跟时间花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对自我的要求高于学校跟父母的时候，我反而很自由。曾主任对带学生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。展现自我有很多种方法，像我现在也穿着制服啊。可是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我跟别人哪里不一样。是啊。过去1年，我向他学了很多，现在还在学。同学，我呢连电影票都设计好喽。我打算把这个活动名称呢叫做是慈大附中周末家庭电影院，不错吧？好啦，废话少说，我呢先去公布每周的电影，然后还要去你店里拿一些海报，这样子才像啊。好，再找时间去你店里挑片喽。先谢啦，拜拜。你搞定了？差不多啦。我真的好幸运哦，刚好有同学家里是开 DVD 出租店，省了我好多麻烦。怎么啦？遇到麻烦啦？垃圾分类执行情形很差几乎每个班级的垃圾都有分类不完全的状况，更不用说垃圾集中处了，实在让人头痛。主任知道这个情形吗？我跟主任报告过了，主任说这是制度和管理办法的问题。
他叫我呢从制度面着手，然后还要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。我就是为这些事情伤脑筋了。你在写新的管理办法？这已经是第3版了，你看。哇，主任改的啊？你没那么惨吧？比你好一点点而已。你不用安慰我了啦。你知道吗？我每看一次被主任修改的东西，就怀疑自己一次。我不是已经是老师了吗？怎么现在却觉得我好像变成一个作业老师重写的小学生了？我跟邱博文也差不多啊。收到入场券的同学，记得要核对学生证上的姓名，还有你们的场次跟座位席次哦，因为我要确定座位表上的人数。主任好，主任也要看电影吗？我不看，我等你们进去就离开。为什么？这部电影很好看呢。我还有事啊，你们看就好了。拜拜。同学，按照规定不可以在里面饮食哦。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们之前看电影都习惯吃零食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可以交给服务的同学保管，看完电影再拿。这是为了维持教室的整洁。你们总不希望一边看电影一边躲蟑螂躲老鼠吧？放心，他们不会偷吃的。对了，下次再这样就不能再登记看电影喽。好，知道。来，去吧。出场的时候要凭号码牌领取哦。丽轩，学生们捧场哦。我希望啊，以后每一场都大爆满，因为我自己最喜欢看电影喽。躲了这么久，终于出来了，苏辣。我是在看书，我不是在躲。你就是上次在书店告诉店员说我们偷东西的人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啊，我第一次来这家书店看书，而且我也才刚来花莲读书。我明明就看过你，我跟你们说不是我。少啰嗦，我们说是你就是你，把钱交出来。钱？为什么？你们我们的损失啊，快点啦！你们认错人了啦！管住我！老板，让我躲一下好不好？有人在追我。出去，拜托让我躲一下。这里不行了，求你啊！哎呀，快走了！拜托。等一下人家砸我的店，我谁赔我的？请问你们是池中学姐吗？我好像看过你们，有人在追我，帮我，拜托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到你家？好啊，那我等一下去哦，等一下见。还真会躲哦。下次就别让我看到他，这次算了狗屎运。走啦。好不好看？老师，电影很好看呢。喜欢就好。如果呢还有喜欢的话，记得登记下一步哦。好，我一定会的。好看哈。走，我们进去。谢谢你们，你们都做得很好。邱老师，等一下你送陈佑回宿舍的时候，麻烦你通知胡教官一下。陈佑是高中部的，这件事应该要让胡教官知道，然后再通知我。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去市区一趟。我不是不愿意帮忙，而且这些不良少年万一冲进店家打打杀杀的，弄得乱七八糟，这种后果谁来负责呢？对不起，在我看来，这不是立场问题，也不是生意问题，是良知的问题。主任，我们真的很想换寝室。一开学彩妮就有说她从来都没做过家事，可是就这样子呢，她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吗？彩妮，彩妮说她看到鬼啦。你不觉得这些办法太琐碎了吗？你也还是老师耶，怎么你换了个位置就换了个想法？谁拿走我的衣服啊？
谁拿你衣服啊？不是你们还有谁？你们就希望我搬走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彩妮的妈妈把佣人带进宿舍？彩妮妈妈，曾主任来了。你们家佣人呢？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复杂。我知道你肯付出，却不懂